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3季第18集。抢了这么多期沙发，也该说说沙发的故事了。那时辛巴还是个年轻帅小伙，偶然瞥见道路上的沙发，结果就一不小心撞到树上。说来也巧，刚好那沙发就把他给接住了。从此这一人一沙发就形影不离，即使受到了冷嘲热讽，他也全然不听。他们甚至还在一起开酒店。可就在沙发怀孕的时候，辛巴出现了，就像上次那样，辛巴又撞到了树上，而这一次接住他的是辛妈。之后就是他们二人形影不离，还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而那可怜的沙发只得独自默默垂泪。不久后，他带着小沙发找到了辛巴的新家。可此时的辛巴早已不需要沙发的陪伴，为了生计，沙发表演过钢管舞，也曾提供过休息服务，可还是穷困潦倒。终于在某天，他奋不顾身跳进了粉碎机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辛巴将他拔出来并带回了家，这才有了他们现在坐的沙发。而那小沙发也成为了小小辛的专座。今天轮到辛巴带孩子，他倒也有办法偷懒，直接选了部幼儿电影就不管了。而他自己呢，则去了一旁的美食街，在这里溜达一圈后，辛巴走路都成了渡劫，没走几步就喘得无法动弹了。恰好不远处就是卖健身器材的，老板一看大主顾啊，赶忙上去跟辛巴交谈：“先生，我看你已经离死亡不远了，比你想象的还要近。”接着老板又问辛巴还想活多久，那自然是越久越好，最好活到跟辛巴老夫老妻的时候，可以并肩坐在公园里看鸽子，然后讨论着老朋友谁最近又摔了一跤。有理想是好事儿，老板就需要这样的客人。他向辛巴推荐了一款跑步机，它附带的设施相当完备，不仅有必要的补水瓶，还有内设教练模式的高清电视。跑起来，你这懒虫，跑快点，大胖子！这简直是为辛巴量身定做的。可这价格嘛，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。老板问他是不是觉得一个月300元太困难了？没关系，也可以转变为每天10元。跑步机买回家后，辛巴就开始锻炼了。辛小妹见了爸爸的跑步机，很是惊奇，哇！电视还可以联网，你可以整季的看老电视剧了。辛巴翻看了一下名单，发现大部分都看过，除了这部名为《荒岛生存》的，它讲的是人们被困在一个神秘的岛上，岛上到处是宗教谜团和科学悖论。辛巴联想到讲小岛的片子一向很不错，于是就点开了《荒岛生存》的第1集。看着看着，辛巴就入了迷。刚开始还能在跑步机上走走，当看到椰子里藏着主角小时候养的猫，并且脖子上还挂着坠机的航班号时，辛巴彻底被这故事情节给吸引住了，步也不跑了，干脆坐椅子上看了起来。自从在跑步机上追剧后，辛巴现在是天天往地下室跑。就是辛巴有些奇怪，他锻炼又锻炼，身材倒是没啥变化，大概在某一天脂肪会在集中掉光吧。老辛普森却让辛巴别这样天真，毕竟辛巴学会的第1句话就是谎言。还记得他当时在墙上乱涂乱画，老辛普森询问的时候，他却说是妈妈干的，然后就一直导致老辛夫妇不和。要不怎么说知子莫若父呢？辛巴现在是不仅不跑步，还在跑步机上出起了零食。辛巴看到他这副样子，生气到了极点。你居然用花高价买回来的跑步机看5年前的电视剧，而且当时我让你一起看，你还说这节目狂妄又啰嗦。辛巴现在无心跟老婆吵架，他一心都扑在了这解决谜题上面。辛妈可不管这么多，直接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：这跑步机要么跑，要么就退，要看剧就在电视机面前看。迫于老婆的压力，辛巴退了跑步机，看起了电视，眼见马上就能解开一个谜题了，他激动万分。这时辛妈的声音在楼上响起，他转头就看到了衣衫半解的妻子。面对此等诱惑，辛巴很是动心。太好了，能再等104个小时吗？听到这话，辛妈差点没背过气去。辛巴对荒岛生存特别痴迷，还在家里召开了同好会。因为是几年前的电视剧，其他人基本都看过，于是就忍不住谈论起最喜欢的情节。可辛巴才看到第3季，就不准他们剧透，一听到后面的内容，他就狂按大喇叭。如此几次之后，辛妈受不了了，他正在楼上哄小辛睡觉呢，不想这货根本没意识到错误，还喋喋不休的给小辛讲起了剧情，都把这小宝贝儿给整精神了。辛妈气得不行，干脆一次性给他剧透个够。想知道你那破剧后来怎么了吗？首先，那个所谓的神秘岛不过离长滩15英里。其次，不管编剧怎么强调3号门不通向地狱，它就是通向地狱的。还有，整个荒岛星球其实是巨型猫砂盆里的一粒尿砂。辛妈的行为完完全全激怒了辛巴，他对妻子说自己也有剧透要给他，那就是我们的婚姻陷入危机了。晚上，辛巴还在因为辛妈的剧透生气，没想到打开房门竟看到荒岛就在眼前，更别说床上还躺着美丽到无法忽视的辛妈。你愿意同我一同享受大结局的私人派对吗？不料他正准备走近，却看到小辛被人抓着倒立。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，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故事的最开始。那时小辛刚看完电影出去，就遇到了混混们，他们嘲讽地问他幼儿电影怎么样。为了争口气，小辛就说他和哥们
们都觉得一般般，偏偏眼镜仔是个不争气的，看个电影直接被降至到幼儿水平，这无疑让小新颜面扫地。混混们打算去看一部改编自香港的恐怖片，可小娜也就是混混头子金宝的女朋友，她对恐怖片不感兴趣，而是想去看珍妮弗·安妮斯顿的电影。但因为小娜太有魅力了，金宝不放心女朋友独自去看电影，所以决定找个人把她看着。思来想去，这对小情侣选择了小新。你要紧紧跟着哥的小娜，要是她假指甲上的蝴蝶印花纹少了一块，哥唯你是问。说罢，混混们就离开了。被委以重任的小新只得陪小娜去看电影。这部影片着实无聊，连小娜自己都看不下去，还没放完就拉着小新离开了。不得不说，小娜的魅力的确很强，只是随便勾搭了一下，那卖面名卷的小哥就心神荡漾了。但既然小新在这儿，就绝不允许两人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他恶狠狠地告诉这小哥，小娜的男朋友是金宝。这家伙马上就吓得本本分分做饼了。同时，小新也警告小娜不许背叛金宝。没想到小娜一脸委屈，说金宝不在乎她，都没注意到她头上的侧边辫。小新看了忙夸她酷，就像绑在你头上自相残杀的两条蛇。没想到小新能评价得如此恰如其分，小娜开始对这4年级的小屁孩有所改观了。正说着，混混们电影看完了就来接小娜了，而买了跑步机的辛爸此时也过来接儿子了。小新正准备向他们道别，突然又被金宝叫住了，让他明天也得过来陪小娜，因为他们明天要参加讨论会，主题是从贫穷的社会榨取午餐费。小娜倒是很乐意，甚至还有些期待。次日，小新又陪着小娜去化妆，趁店员离开，小娜偷偷揣了瓶香水，然后拉着小新就朝店外奔去。可这店门装了报警器，他俩立马就被逮住了。保安说要搜小娜的背包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小新脑中想起了金宝的话，要是他有个闪失，我就在你脑子里揍扁你。小新想了一下，从背包里拿走了香水，并对保安说是自己偷的。见他亲口承认，保安就让他跟自己走一趟。没多久，保安室就爆炸了。接着，小新完好无损的出来和小娜会合。小新的仗义行为让小娜感动万分，说之前从没有人为他做过这样的事。为了感谢小新，小娜把他带进了一个废弃的店铺，然后撩起了自己的衣服。小新当场就震惊了，我的个神呐，就跟老爸的一样。小新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复，回到家还保持着那震惊的表情，再加上土豆泥的形状也让人浮想联翩。小新郁闷的饭也吃不下了。在学校的时候，金宝又找到小新，说他陪得不错，所以今天也交给他了。但此时他们之间流传的羁绊已与当初不同。彼时小新心中想的只是完成金宝交代的任务，而现在他可真心实意为小娜着想，希望他能离开金宝那个混蛋。你该找个更好的。小娜见他如此为自己着想，非常的感动，正打算带他去个地方时，金宝突然出现了，说忘记和小娜吻别了。于是小娜便一边亲吻一边抚摸着小新的头安抚。此后金宝走了，小新便与小娜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。他们在体育馆外亲吻，在校长办公室亲吻，还一起去兜风，领略美妙的自然风光，也曾携手打地鼠，最后赢得了长颈鹿。他们还去老谋的酒吧打台球。这一系列的恋爱经历让小新恍惚间似乎都长成了大男孩。然而某天他们在泳池接吻的时候被金宝发现了，没想到竟被个小屁孩戴绿帽，他气急败坏，再加上小新还嘲笑他头秃，他马上命俩手下把小新束缚住，好好揍了一顿。好在这小家伙够机智，居然逃脱了。虽说小新一时逃脱，可混混们已经先占领了他家，看着360度的防守，这家怕是回不去了。这时新妈发现了鬼鬼祟祟的3混混，小新松了口气，想着老妈会替自己解决他们。没想到新妈非常友好，说早就不想小新只和眼镜仔玩，还邀请他们大大方方的在院落玩耍。这下小新彻底绝望了。正值郁闷之时，小娜突然出现了，现在他俩都没地方去。无奈之下，小新只好把他带去了漫画店。没想到就在这也整出了幺蛾子。本来漫画男是打算收留他俩的，可小娜讽刺他看不到自己的脚丫，于是漫画男当即拿出手机通知了金宝他们。为此这两人还展开了一场互喷，最终还是小娜的毒舌更胜一筹，把漫画男从头到脚扁得一无是处。看样子此处也容不下他们了。晚上小新和小娜躲进了树屋，而庭院中3个混混正在无死角的巡逻。正当两人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时，辛小妹出现了。她说自己一直在远处看着他们，等到小新把自己玩死了再出来帮他解决。他们的交谈被金宝听到了，他爬了上来。这下是冤家路窄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。辛小妹从中调和道，我觉得小娜应该你们俩都不选，她应该选她自己。这句话倒是点醒了小娜，她也觉得她应该去找到真实的自己。问题解决后，辛小妹决定带着小新回家了。然而账还没算清，金宝可不会放过小新。然而这两人就被对面的辛爸撞见了。虽说被折磨的是自己儿子，但辛爸现在可没功夫去管那么多，只告诉他们别来敲门，就拉上了窗帘。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开始享受2人世界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自己
所处的世界，以及上帝和恶魔，还有胡莱和莉拉，甚至是太阳系、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，都只是巨型猫砂盆里的一粒尿砂。本集出现的荒岛求生恶搞了美剧的《迷失》。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815客机坠落在太平洋的神秘孤岛上，侥幸生还的48名游客如何克服文化背景等带来的差异，以及恶劣的自然天气等条件，在荒蛮的热带丛林中寻找食物、水源，最终消除隔阂，同舟共济，求得生存的故事。这由跑步机引起的种种故事实在过于真实，无论是想要健身还是想要做别的什么事，结果满足的都是自己的购物欲。再说动漫的结尾，原来现实世界也是一粒尿砂，这脑洞确实开得很大，令人细思极恐。不是曾经就有人怀疑剑士只是高等文明的玩具吗？伴随着这一层层的套娃，很容易让人陷入自我怀疑，人类的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，所见又是否真实？但其实也不必如此杞人忧天，若我们之外真有什么在暗中操作，又安置他们，不会也是傀儡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